3DO。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有一人位居4大天王之首 PVP 塔楼的2号人物，上能化身电脑斩将夺旗，下能辅佐主公扬名立万。纵观鹰山英雄，大脸露娜特长破坏平衡，非英雄也；泰泽技能一偏，前期乏力，非英雄也；耿纳凯琳仰仗后勤之名，亦非英雄。其余如外交三杰、杰德特、艾玛之流，用他们缺乏挑战性，此乃碌碌之辈，不足挂齿。仅鹰山英雄为老匹夫一人是也。如果上述言论出现在深渊号角新版本之前，估计大家听了之后也就和听了一样。要说深渊号角新版本谁是最强英雄，可能会争得难解难分。要说深渊号角新版本谁进步的最大，那么毫无疑问，老匹夫肯定榜上有名。原版的匹克杰姆毫不夸张地说，正义三族里面倒数第一。深渊号角虽然加强了蝙蝠的数量，增强了神秘术还有侦查术，在全方位的加强之下，老匹夫在 PVP 里面可能会大放光彩，但是在 PVE 里面依然是没出些东西啊，完难废。但老匹夫这个英雄就像是曾泰遇见了狄胖胖，自打跟了魔暴龙，他的实力水涨船高。新版本的匹克杰姆，他是实实在在的塔楼2号人物了，甚至在很多情况之下，他的作用甚至强于索爷。对此，魔暴龙的看法就是，如同网恋奔现，发现本人比照片上还要漂亮，以后要是不选他呢，真的是天理难容。匹克杰姆泉下有知，看到 UP 主如此吹捧，想必在以后的直播当中会高抬贵手吧。原版的匹克杰姆，他具备成为一个神将的一切条件，唯独战斗力不行。他就像一个理论非常扎实的马保国，一旦打起来就露馅了。说1000道1万，这个蝙蝠就没有输出，你怎么能说他是个强将呢？深渊号角的兵种特除了1级兵和固定加成的英雄之外，兵种攻防增加的公式变成了每 N 级提升 20%。把这个公式带入老匹的话，每升2级提升蝙蝠 20% 的攻防，换算过来就是每10级给蝙蝠增加6点攻防。蝙蝠这个兵种要肉度有肉度，要产量有产量，人家速度也非常的快，攻防总和也是仅次于雷元素，并列第2。除了确实没有战斗力之外，各方面都很优秀。而新版本匹克杰姆加强的就是蝙蝠的输出，输出不够是吧？我给你攻防加10，输出就够了吧？蝙蝠不同于强哥，因为他速度很快，还是个飞兵，给他单纯增加攻防就能把这个生物彻底加强。那么特长方面的最后一块短板就被补上了。老匹是目前版本里面塔楼少数几个能玩快攻的英雄，跑得快，带侦查，带续航，你很难想象塔楼他居然能玩快攻了。无论是前期的开路，还是尽快找到敌方的老家，侦查术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，并且在新版本里面神秘术也获得了加强。我在之前的改动视频里面说过了，现在升到高级神秘术之后，每天可以恢复 30% 的最大法力。可以说新版的神秘术并不弱于深渊号角里面被削弱的智力。然后上期视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在学习能力被极大加强之后，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仅次于后勤寻路弃土的技能，而恰恰炼金术士学习能力的概率是10，这就使得在技能树这块老匹夫也丝毫不丢份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老匹作为一个矮人英雄，他并不像马尔凯姆、尤弗瑞丁等矮人豪杰一样满脸胡须，究其原因还是用上了奔腾小剃锤剃须刀呀。给兄弟们分享每天多睡15分钟的小秘诀，就是用上奔腾小剃锤，刮起胡子又快又干净。现在我从起床到出门都用不了5分钟，实在来不及还可以往包里一揣，路上边走边刮，不像我原来用了3-4年的剃须刀，又卡又钝，刮了一轮又一轮还是不干净，一不小心还可能引发血光之灾。换上小剃锤就不一样了，3D 浮动刀头加每分钟9000转的高转速，来回2圈，脸上青色的硬胡茬都没了，连人中和下巴这种沟壑也能做到寸草不生。而且大品牌品质有保障，它自带双环弧面刀网，不会刮伤皮肤。我用了1个多月，不仅没卡顿，居然还越用越快了。像这种高速剃须刀市面上都得400-500往上了，小剃锤的性价比就高很多。磁吸刀头用起来也很方便，还支持干湿两剃，脏了可以直接用水冲洗，非常好打理。已经有剃须刀的也可以备一个，充满电能续航2个月。平时我都是把它随身带在包里或者放车上，出差旅行也能随时保持帅气。快到年底了，可以买个犒劳自己，也可以给爸爸换个新的。双色可选礼盒包装，颜值这么高，送人也超有面。评论区领我的优惠券超划算，保价大促还送运费险，1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2年质保，不要错过啦。以下内容 UP 主可以保证没有进行任何的剪辑，
大家接着看 UP 主接着说，目前的话，神秘可以代替原来的智力，而学习能力又成了一个兵种特必学技能。要想进一步的提升蝙蝠的伤害，建议老匹学个水系，因为学了水系之后，无论是祈祷还是杯子都非常有用，并且老匹的技能树很好，早就被测试出来了。要想老匹从头玩到尾的话，你给他学个剑术也未尝不可。这样的话，学完8个技能就是神秘、侦查、气、土、水、智慧、剑术，外加一个你就算不学也硬给你塞的学习能力。咱别的不说，就说这技能怎么样吧。这里可能有朋友说，好是好，他没有后勤呀。事实上，这只是理论上的技能树。老匹这个英雄当一个打野，当一个副将非常合格。简单来讲，你玩塔楼的时候，索爷、欧林这种带泰坦，给他们学个剑术就好了。老匹就是带蝙蝠偏师打野的，老匹夫是不需要剑术的。把剑术换成后勤的话，这就是完美技能树了。你这2级就出后勤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整体看下来，气系、土系也是丝毫不落，学习能力更是闭着眼睛都出。另外再说一点，就是水系只是理论上提升蝙蝠的一个有效手段，并不是一定要学，你把水系换成驯鹿也很好。这就是老匹夫，咱没什么好说的。一个技能树好，前期开荒开得快，走得也快，能够带塔楼玩快攻的英雄，你说他不是神将，我是不信的。剑术不愿学，换成后勤，满意了吧？由于兵种特，它的特长是和等级挂钩的，一个24级的老匹可以提升石像怪17点的攻防。别的职业可能找个学习能力难如登天，但对于炼金术士而言，学个学习能力那就和魔鬼学后勤一样简单。老匹夫就是这样，从全派系的倒数第一，到了深渊号角里面变成了塔楼的 PVP 神将。渐渐的，大家发现老匹的技能树非常好，然后在新版本里面一跃成为了塔楼的2号人物。像 UP 主包括大多数观众在内，用蝙蝠侠的话，可能并不像一些高手那样用的风生水起。在高手眼里，新版本的匹克杰姆甚至会超过索姆拉。事实上，塔楼学剑术只是锦上添花。你玩老匹的话，完全可以做到前期偷城换家，就用不着出泰坦巨人了。甚至有的时候出个水系，你贪了不学，他就会立马给你后勤驯鹿全部安排上。所以说，目前版本的老匹，它最佳的技能搭配就是智慧、学习、气土、驯鹿、后勤。根据实操，我们发现这并不是非常难以达成的目标。塔楼除了老匹之外，新版本的另一个兵种特也是草鸡变凤凰，他就是在新版本塔楼里面稳争前3的琼斯菲尔。阿琼后期有多强呢？我可以说他比索爷还要强。首先，新版本的神秘和魔力全部获得了加强，现在是中上游技能。一个英雄开局带着神秘和魔力，和上一个版本战术加进攻差不多。然后就是人家也是炼金术士，10点的学习概率。最后呢，拳王3级什么攻防大家懂的都懂。铁人的攻防总和在所有3级兵里面是最高的，琼斯菲尔升到15级就能提升铁人9点攻击10点防御，并且作为铁人特，人家有6点速度。开局的魔法好巧不巧还是攻击加速。如果要给新版本进步最大的兵种特进行排名的话，匹克杰姆还有琼斯菲尔肯定名列前茅。但像琼斯菲尔质量这么高的英雄，群友们经过多方探讨发现他确实不如老匹。琼斯菲尔表示，拉出来给我介绍这么半天就是为了烘托老匹多么强吗？俗话说要对比就得找个参照物，你像琼斯菲尔这个质量肉眼可见的强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带10人是没有办法快乐开荒的。由于阿琼得带铁人，所以说他的移动距离远逊于老匹。等你造出制造工厂又给他升级之后，人家老匹早就带着蝙蝠秋风扫落叶扫1周了。当然，尽管前期阿琼小有劣势，但要是比后期的话，他可就不困了。后期的琼斯菲尔带领的铁人单体输出甚至超过老树。但是阿琼在塔楼有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，那就是铁人的产量非常的少。尽管他仇恨值很低，你不用担心减员，但是产量少的话，输出就上不去。这时候就不得不再提一下老匹夫了。嘿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好巧不巧的，塔楼有个雕刻屋。这样的话，蝙蝠产量是每周22个。可以说老匹的这次加强在各个地方已经充分的埋好伏笔。如果你在新版本玩随机地图的时候，塔楼边上恰好有一个鬼楼，这样的话，蝙蝠的产量会达到每周32个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丢丢一周才只有32个。并且塔楼虽然卖国贼遍地走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，鬼楼的升级非常简单。伏笔呀，全都是伏笔，可能有一些夸张，但是大体如此。如果你新版本随机地图选的老匹首发恰好身边有2个鬼楼，这样的天胡程度也就比你首发沙克特身边有个龙穴差一丢丢。
新版本在更新之后，在 UP 主的群里面，大部分的群友感觉比上个版本好玩。对此呢，UP 主发表一下新版本的看法。原版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就比如超过一半的英雄，他的特长不如一天给你加350金币，这种情况说实话是很不合理的。新版本让很多完全没有出场率的英雄变得有出场率，极大的扩展了英雄池的宽度，这一点还是很值得鼓励的。另外就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新版本的对决时间会大大缩短。从客观上讲，赢3这种类型的游戏，如果能够稍微缩短一下对决的时间，终究还算是好事。当然，这只局限于一般地图。你像玩什么纯净、让月，又是什么曹玄这种阴间图，花的时间肯定要比原版多。至于大家说的平衡性呢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，笑死，没有人能够在平衡性上打败原版的元素城。另外，觉得一个英雄过于强，你就拿他和原版的凯瑟瑞相比较，不如凯瑟瑞，那就说明平衡性还是可以掌控的嘛。到目前呢，汉化版本还是没有来。等有汉化版本之后，群里如果满了，我就会专门发个动态分享一下资源，大家稍安勿躁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